大家好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把豆腐抓捏成碎末，出锅就是一道大硬菜。做法简单，口味独特，吃起来真的是太香太嫩了。平时我们买回来的豆腐，不是炒着吃，就是炖着吃，那种吃法早就吃腻了。40年老厨师教我一招，没想到吃一次就喜欢上了。一起来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刚从菜市场花2块钱买了一块新鲜的豆腐，我们把豆腐放在一个大碗中。我们在选择豆腐的时候，要选择这种含水量比较少的，因为这样的豆腐吃起来比较劲道，又比较好吃。接下来用手把豆腐捏碎，捏均匀一些，捏成细细的小颗粒。我们在做这一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偷懒，一定要多抓捏一会儿，捏得越细越好，这样我们吃起来口感才会更加鲜嫩又好吃。捏好以后，好吃的关键，我们再往豆腐中加入一把虾皮儿。加入虾皮儿可以使我们做好的成品口感更加的鲜香，更加的入味儿。然后我们再往碗中打入2个正宗的笨鸡蛋。我们加入鸡蛋也可以使我们做好的成品口感更加的蓬松鲜软，还能使我们做好的成品口感更加的鲜香滑嫩。鸡蛋打好以后，接着再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食材相互的融合。我们在做这一步的时候，一定要多给它搅拌一会儿，我们要将它彻底的搅拌均匀，这样做出来以后，口感才会更加的细腻又好吃。最后给它搅拌成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洗净的香葱放在案板上，我们给它从中间切开，1分为2，然后切成葱花。葱花我们可以多切一点，葱香味更浓，好吃不油腻。切好之后放入豆腐里面，接着咱们再准备一块洗干净的鸡胸肉放在案板上，先改刀切成宽宽的粗条，然后再改刀切成小块。鸡胸肉低脂营养不油腻，吃多了也不怕上火，不怕长胖。最后咱们再给它剁成肉末，尽量剁得细腻一点，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。如果嫌麻烦的话，也可以用绞肉机绞碎。剁成像这样就行了，直接给它放入豆腐的碗中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，加入1勺食用盐增加底味，1勺白糖提味，1勺鸡精提鲜，加入少许的五香粉增香，少许的胡椒粉去除异味。喜欢吃辣的还可以放上点辣椒面。先搅拌均匀，让食材充分的入味。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玉米淀粉，边加边搅拌。加入淀粉能让做出的成品晶莹剔透，口感更加的劲道。最后加入少许的玉米面增加营养，并且吃起来外皮更加的酥脆。继续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食材相互溶解在一起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搅拌成像这样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我们先往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我们轻轻的晃动锅子，使食用油浸泡在锅底的每一个角落，防止发生糊锅。油热之后，把我们搅拌好的豆腐糊放入锅中，然后我们再用铲子给它摊平摊均匀，摊成你自己喜欢的形状。在这里建议大家摊成圆形，因为比较容易好操作。我们尽量给它摊的薄一点，均匀一点，这样熟度一致，熟得也比较快。摊好以后，我们要开中小火捞汁，防止烙糊了。我们在刚开始捞汁的时候先不要着急的翻动，等我们煎制到豆腐底部定型之后，我们给它转动一下锅子，这样受热会更加均匀。每隔1到2分钟就要晃动一下锅子，防止被煎糊。这一面煎好以后，
接入一个盘子给它翻个面，再煎另一面，另一面也煎至定型之后，要用铲子给它划成小块，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。我们给它划成小块以后，就比较容易操作了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煎的过程中需要勤翻动几次，这样熟的会更加均匀。我们一直煎至像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了，给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。哇，好香呀！一道营养又好吃的豆腐鸡蛋饼就制作完成了，外皮金黄酥脆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豆腐这样做，有肉有鸡蛋，还有玉米面和虾皮，营养丰富，好吃不油腻。以后豆腐别总是炖着吃了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做，外焦里嫩，营养十足，特别的好吃下饭。而且这样做吃起来非常的健康，拒绝重油重口味，吃起来清淡营养又美味，做法也特别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转转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平时在家炸萝卜丸子，很多人都是放淀粉或者是面粉，这样炸出的丸子特别容易回软，吃起来口感又不好，外皮非常的硬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炸萝卜丸子好吃的做法。不放淀粉和面粉，吃起来外皮酥脆，里面鲜嫩入味，凉了也不会回软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洗干净的绿萝卜，把外皮去掉。萝卜皮有点硬，非常影响口感。我们尽量选择这种绿色的萝卜，这样炸出的萝卜丸子颜色才比较好看。而且绿萝卜的营养价值比白萝卜的要更高。去皮之后冲洗干净，把两头切掉，然后用擦丝器给它擦成细丝。刀工好的朋友也可以用刀切成细丝。全部擦好之后，往里面撒上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白糖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腌上一会儿，腌出萝卜的水分。加入白糖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去除萝卜的辛辣味，吃起来微甜，口感也非常的好。接着准备2颗洗干净的小香葱，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1把洗干净的香菜，给它切成末。这里要是不喜欢吃香菜的，也可以不用放。我个人觉得萝卜搭配上点香菜，吃起来会更香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萝卜丝也腌好了，用手挤一下里边的水分，也不要挤得太干了，保留一点水分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加鲜嫩。挤好之后放在案板上，用刀给它切碎。再剁得碎一点，这样挤出的丸子形状会更加好看。剁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加入切好的葱花，把香菜末也加进来，加入1勺食盐调味，1勺香油增香，1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少许的胡椒粉，打入1个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直接加面粉或者是淀粉了，从而导致炸出的丸子吃起来口感发硬，丸子内部会发黏，一点都不好吃。那要加什么才能使做出的丸子好吃，不发黏不发硬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准备1个馒头就可以。我们准备一个冷藏1个晚上的馒头，或者是吃剩下的凉馒头都可以，给它掰成小块，直接放入绞肉机里面，用馒头代替面粉和淀粉，这样炸出的丸子吃起来不仅营养丰富，口感也是非常的好。掰好之后盖上盖子给它打碎，尽量打得碎一点。打好之后直接倒入萝卜馅的碗中，再次搅拌均匀。加馒头碎做出的丸子吃起来外皮酥脆，里面柔软不发黏，放上1个星期依然酥脆鲜香。
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加入1勺面包糠，加白色或是黄色面包糠都可以。加面包糠会使丸子更加酥脆。继续搅拌均匀。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。取一坨放手中捏一捏，把它捏紧实。再团成小圆球。像这样一个萝卜丸子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团好之后摆入盘中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多倒一点食用油。油温烧至插一双筷子，周围可以起泡泡，说明油的温度就可以了。再把做好的萝卜丸子一个一个的放进去。刚下入丸子的时候，油温要高一点，这样丸子定型快，才不会散开，并且也不会吸油。放进去的时候先不要翻动，炸至30秒，使丸子定型。然后再不停的翻动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转小火慢慢的炸。开小火炸才能使丸子熟得更透，并且外皮不容易糊。在炸的过程中也不要偷懒，要勤翻动，这样丸子熟热均匀，就不会出现外面炸糊了，里面还不熟的情况。这里大约炸了8分钟的时间，把它炸至金黄熟透，像这样子就行。看着每一个丸子都金黄金黄的，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可用捞出来放入盘中。这个时候的丸子就可以直接吃了，吃起来鲜而不腻，闻着真的是太香了。要是更喜欢吃更酥脆一点的，就给它复炸一下，那样吃起来会更香，外皮更脆。锅中油温升高，再把丸子倒进去，复炸7、8秒的时间。快速的控油捞出来，不然外皮就会炸糊了。捞出来放入盘中，美味继承。像这样简单又好吃的炸萝卜丸子就做好了，吃起来外皮酥脆，里面鲜嫩入味儿。尝一下，又酥又香又好吃，不需要放面粉和淀粉，加一个馒头碎就可以。简单的食材就可以做出美味的萝卜丸子，真的是太棒了。看一下里面一点都不发黏不发硬，不管是直接吃还是涮火锅吃，都相当的不错。以后想吃丸子就自己在家做，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可以，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，吃起来安全放心。丸子虽然是经过油炸的，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吸油，好吃还不上火。我们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，把它炸至第一次的状态，不要复炸，放凉之后放入冰箱冷冻保存，吃的时候复炸一下就可以吃了，特别的简单快速，营养还不流失。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